Hello， 大家好，我是伟权，欢迎回来我的频道。如果你是第一次来到这个频道，你对九运不是那么理解的话，我之前呢有拍了一系列的视频，大家可以去那边看，里面呢都有简单基本的介绍了九运到底是什么现在呢九运走的就是一个火的能量，它是从2024年开始，直到2043年，为期20年的一个能量。那这个能量呢，是会影响我们生活各方各面的一个情况。那至于影响是什么呢？其实我们就要先理解火的这个能量，它的特性，它是个非常快速向外扩张，甚至呢非常华丽的能量。但是呢，它本身也是一个非常虚空，甚至呢中空，你无法掌握的一种能量。所以呢，它的这种特性其实呢就会很容易的影响了我们。那第一个呢，它会让我们的社会变得有更多的对立面，尤其呢是在意见方面的一种对立。那每个人呢，在这个九运的情况下，都会有自己的一个主张，自己的一个意见。那当他们看到别人呢拥有一个与他们不一样的意见的时候，他们就很容易呢被触犯到或者被冒犯到，他感觉呢就要站起来去跟对方辩论。所以呢，你现在看到在网络上很容易呢就会把意见分成两派，一派呢可能会说 A，那另外一派呢就会说我反对 A， 但是我相信 B。 我们似乎没有了中间的这个群体，中间的这个选择，那我们只能选 A 或者 B。 国家之间的对立，好像东方跟西方，中国跟美国，或者呢任何国家他们自己相信的一套方式或者意识形态，都会容易产生一种对立的情况，也会把世界呢瓜分成几个势力流派，他们中间好像少了很多的一种协商对谈，一种磨合谈判的条件。世界好像被迫要选边站，你只能屈服于我，或者呢你就是跟我敌对的一个势力。大家呢好像互相在争谁的声音比较大，谁的拳头比较大，谁的势力比较大。那他们不再去聆听，或者去好好的谈对方有的什么需求，或者呢我们之间可以怎样和平的相处。那这个呢是我们九运最大的一个影响，它也影响了我们生活很多的事情。例如呢，我们会通过语言或者文字呢，把我们的人区分开来。你谈的，你说的是什么话，你是用的是什么文字，你可能用的是简体字或者繁体字。另外呢，人也会很开始容易意识到阶级的一种差别，可能是有钱人跟穷人，当权者跟普通老百姓之间的这种对立。当然还有包括我们的种族、族群、社群之间，还有宗教之间的一种对立。大家呢会特别容易留意到自己跟别人的不一样，那他会开始觉得自己的那一套才是对的，别人呢一定要相信我的这一套，或者呢要屈服于我这一套，那我们才可以好好的相处。没有了所谓的要有差异，就是少了这个中间的这个部分。那第二呢，这个九运也会影响很多人呢开始变得只是要往外求，只会专注在外在的一个成就，好像有车子房子呢，奢华的一种生活方式旅行，甚至呢要购买拥有很多的名牌，由这些事物来定义一个人呢他是否是成功，或者是否是快乐的。那我们的科技也在加速着这种信念或者这种生活方式的一种传播啦。因为呢，我们通过社交媒体，我们的科技了解到世界上原来有这么多人是这样子的一个方式。那我们呢就会潜移默化的认为这样子的一个方式
这样的一个成就才是成功的人生，好像没有了其他的选择，或者呢看不清人生真正更重要的追求是什么。当然另外呢，人也会开始变得有一点外貌焦虑，因为呢我们在网络上很容易呢都会呈现自己最好的一面，对吧？那当我们时常看到都是帅哥美女，或者呢是美图美化过后的一个样貌，那很多人呢就会开始产生一种自卑，或者觉得自己不如别人的一个外貌，而导致了很多不必要的焦虑还有心理问题。这个九运的火的能量呢，会让大家呢都特别留意这种所谓的华丽，或者呢非常张扬非常明显的事物，所以呢大家真的要非常的留意九运造成的这个困扰，不然的话呢你很容易就会陷入各种各样的焦虑里面。那第三呢，它所带来的一个危机是人开始变得所有事情都要速成的，我们会变得很没有耐性。那这个呢是跟我们的九运火的能量那种非常快速扩张的一种能量形态呢是很有关系的。所以你会发现现在的人呢追求的都是要当下，都是要非常快，立刻看到效果，立刻看到结果的一些产品，好像很多的减肥药瘦身产品代餐这些都是非常流行的一种产品类型。他会觉得慢慢的去做运动，去锻炼身体，去控制自己的饮食，管理好自己的一个生活习惯是非常的缓慢的，是非常的耗力气的。那他们会觉得为什么不要用一个很快速就可以看到效果，很快速就可以让自己呢变成自己要的那个样子的产品？所以呢人都不断的在好像找捷径，而不愿意慢慢有耐心的付出一定的努力。那这里呢就让我想到其实我们的八字里面，虽然我们也是提供了捷径给你去了解自己本身的一些特质、一些能力，但是呢它背后还是会需要你付出确切的一些时间还有精力去锻炼自己，去改变自己，去让自己呢成长变得更好，那你这个八字呢才是有效的。所以如果各位呢感觉在这个九运的时代里面，自己非常的行动缓慢，或者呢好像傻子一样，非常的专注，非常的一步一脚印的在做一件事情的话，不要担心，你们做的是对的事情，不要觉得自己是一个被落后或被抛在后尾的一个人。只是现在很多人追求的是一个更快速的要有结果的一个方案，但是呢那一个方法不一定呢是对他们有好处的。那这种缺乏耐心的情况有时候呢也会显现在我们日常的生活里面。所以如果你有驾车，你有走在马路上的话，你就会看到现在越来越多人呢，他们驾车的方式是非常的鲁莽，或者呢在当遇到一些小小的事情就很容易触发他们，然后想要跟别人吵架的这种情况。因为呢大家的那个耐心那种性子就跟火一样，一点燃就立刻爆发的那种情况。那第四呢，我们的一个危机就是 AI 科技的一个冲击了。那大家理解的话，在九运我们火的一个能量影响下，我们世界的这个科技力量会成倍数般的一个增长。所以呢你会看到只是短短几年的时间，现在 AI 的技术是已经非常的成熟，它可以取代我们现在工作或者生活里面许许多多的一些功能还有岗位。那这个冲击它的一种改变的方式呢是非常急速的，是有一种你无法想象、无法
预测到的一种类型。所以当我们生活在一个急速变化的情况下，我们的人的心理很多时候是会跟不上的。我们会觉得这个世界走太快，但是呢，我们大脑有一点跟不上，或者我们的心理状态呢是跟不上。那当然，在一些实质的技能、自己个人的一个能力方面我们也会感觉自己跟不上这个时代的一个需求。到最后呢，它就会影响我们的工作、我们的感情生活，还有对自我的一个认知这个呢，危机真的是不能忽视大家会觉得科技非常的好，科技帮助我们人很多，我本身呢也是这么认为的。但是呢，它背后带来的一个隐藏的危机呢，就是我们人的大脑或者我们的人的心理状态如果没有处于一个很好的状态，或者没有准备充足的话，它是很容易被这个双面刃所搞垮了。我们人本身要成为一个更强大的使用者，才不会受到它的负面的影响啦。那我们谈了这4大的危机那有什么解决的方法吗？我们有什么应对的方式吗？其实是有的。短暂来说的话，就是要稳住当下的自己。那这个所谓的稳住就好像你现在的这个心情，你现在的这个思绪，你现在这个身体是处于什么状态，这个当下是什么感觉。那我们可以通过好几种不同的方式，例如打坐、静坐、冥想等等这些方式呢，去让自己在这个快速变化、纷纷扰扰、很多对立的一个世界里面，找到一种安定的力量。那这些方法呢，当然是你自己要去执行的啦。那如果你是想通过一些外在的方法的话，其实你可以通过一些好像音疗、松柏、疗愈，甚至呢，我觉得单纯的去大自然走一趟，都是一个非常好的让自己稳住当下的这个心情的方法。如果你是要以长远来看的话，你要去长远解决面对这个4大危机的话，我会觉得呢，你要懂得如何掌握好自己。那这所谓掌握好自己其实呢，就是对自己有更多、更深入、更彻底的一个了解。当你更清楚知道自己的一个个性、自己的一个做事的方式，在面对这个外在纷纷扰扰的世界的时候会有的一些反应，你其实就是有了对你自己本身的一个觉察。当你有这个觉察过后，你就可以让自己去进行一些调动，去改变自己的做事方式。那通过不断的觉察，然后进行调整呢，让自己变成更好版本的自己。每个人呢，在这个9运的时段也要非常诚实的面对自己，因为这个9运的火能量也会把你内心里面非常黑暗、过去你不想面对的一些事情让它显现出来，或者把它们带出来。它逼迫你呢，需要去面对过去自己的一些创伤，或者过去的一些不好的经历。所以我们人最好的一个做法呢，就是诚实的去面对，勇敢的去面对，帮自己找到方法呢。如果那个创伤呢太过于难以接受、难以承受的话，那我会建议呢，你们要找一些方法，或者找一些专业人士来帮助你们去解决、去面对这些问题。那不然的话，我们9运的火能量很容易呢，把你内心的这些过去的黑暗面通通带出来的时候，你呢很容易就陷入了一种无法自拔的漩涡里面。那这个呢，就是我觉得最危险的一个情况。我真的会觉得在9运的时代，它虽然带来我们很多生活的一个改变，但是呢，它对我们身为人的一个要求也变高。我们呢，真的要好好的修我们的心，
让我们的心呢变得更加的强大，更加的稳定，更加健康的时候，那我们在面对这个九运带给我们所有的挑战的时候啊，我们也不会感到害怕，还有迷茫了。好，那我们这期视频呢就到这里。如果大家喜欢的话，记得点赞、分享，还有留言，让我知道你们的想法。我们下一期视频见，拜拜。